美军海军陆战队2022年在夏威夷成立了第一支滨海作战团，这支部队颇具神秘色彩。近日，美国媒体披露了这支部队的备战内容，并渲染该部队是为了应对中国。不过，报道也引述分析人士称，这一战略仍面临着若干重大障碍，其现实性令人生畏。外界也普遍认为，未来数年内受战斗人员素养、武器装备水平等因素制约，滨海作战团难以形成全面作战能力。滨海作战团是在美海军陆战队现有力量基础上改编形成的新型作战力量，属于地面作战部队。但是在作战任务、作战方法和编制装备等方面，这支部队与传统的海军陆战队截然不同，颇具神秘色彩。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月29号的报道介绍，这类滨海作战团规模小，更具机动性，其并不发动传统的两栖攻击，而是负责收集情报并快速分享，偶尔使用中程导弹击沉船舰。这家美媒颇为直白指出，这一新编队从设立之初便反映了美军从西太平洋偏远作战岛屿打击中国等对手的最新理念。任务目标是协调帮助美海军太平洋舰队和空军击退对美国以及台湾当局、日本、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进攻。对于美军设立滨海作战团的原因，美媒倒打一耙，声称因为中国在太平洋拥有主场优势，而美国的舰船和飞机则必须长途跋涉数千英里才能投入战斗，或依靠盟友在当地驻扎。这对美国在西太地区任何冲突中的制空制海能力构成了挑战。为此，美国海军陆战队制定了名为“部队设计”的反击计划，强调将部队部署至前线，同时尽可能让他们不被雷达和其他电子仪器侦测到，让规模更大的联合部队能够部署其集体力量。美军成立滨海作战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西太平洋地区遏制中国嘛。滨海作战团是根据美国海军陆战队2030部队设计计划而进行的很激进的编制体制方面的变化嘛。不再追求传统的两栖作战，而是注重快速反应、快速机动，以陆制海。滨海作战团的概念看着很花哨，但细究起来呢，就会发现其华而不实，破绽百出。尤其是想靠着小本经营，就想实现以陆制海，这就如同想用双手遮住天空一样，纯属妄想啊！不过，报道引述分析人士称，这一战略仍面临重大障碍。首先，美军向偏远地区部队提供补给需要反复演练，尤其是在实战情况下进行长时间补给更加困难。其次，虽然滨海作战团不再被坦克拖累，转而使用无人 NSM 岸舰导弹发射车这类先进武器，一次可发射2枚岸舰导弹，但这1枚导弹便重达1吨，在没有跑道的荒岛上补给这些武器，只能依靠船只或直升机，而船只移动缓慢。直升机一次可携带数量有限，实现补给并不现实。此外，此类导弹系统会散发热量，雷达也会发出可被探测到的信号，更容易被对手搜索并反击。除此之外，报道也提到了因国会纠纷导致的长期预算短缺、美军作战司令部与各军种之间的长期摩擦等国内挑战。但在美媒看来，最关键的障碍在于不确定日本等地区伙伴是否允许美军在其岛屿上作战。美国人特别喜欢玩概念，而且总是一厢情愿的玩概念。滨海作战团就是按照美国的军事战略设计的嘛。然而，一旦对手不按美国设想的脚本走，而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那滨海战斗团的功效就会大打折扣嘛，甚至完全失灵。滨海作战团的核心战法就是以小博大，机动跳岛，但是其编制兵力较小，又抛弃了重装备。一旦遭到对方高强度火力打击，滨海作战团恐怕连招架之力都没有，尤其是在小型岛屿上，机动空间非常小，面对攻击基本上是活靶子。长期以来，美国拉拢盟友伙伴，大搞恶华小圈子，已是不争事实。10天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访美，并与总统拜登会谈。据报道，美日计划对美日安保条约进行6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升级，预计美日领导人将宣布重组驻日美军司令部的计划，加强两国之间作战规划和演习的协调合作。日本希望驻日美军领导人拥有更大的指挥权，美军和日本自卫队更方便进行联合军事行动。需要指出的是，
岸田访美期间，美日菲也将在华盛顿举行3国首脑会晤，这将是拜登、岸田文雄和马克思3人的首次会谈。外界预计，安全合作磋商将是重头戏，其中扩大3边联合军演与训练，美日加大援菲以提升其装备及海上能力，推动日菲敲定互惠准入协定等，可能会成为3国首脑会谈达成的共识。当前，日菲正就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进行谈判。该协定将便于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军队顺畅往来，以及举行大规模联合演练。有分析认为，美日菲首脑会谈将是最高层级的战略磋商，意味着3国合作逐步机制化和常态化，恐将给地区和平与稳定投下阴影。我觉得美日菲的合作实际上是个空架子美国呢，现在已经没有能力遏制住任何一个全球级的大国的崛起。所以美国呢，往往努力的去创造一些所谓的要联合其他盟友国家对崛起性大国进行遏制的这样的假象进而呢营造出美国仍然是全球领导国的这样的一种形象。但实际上呢，这种所谓的战略的意图已经被全世界所看穿了。所以对一些举动方面，我们大可不必惊慌，而是保持着战略的定力。对于美日菲首脑会晤或将炒作南海问题，国防部发言人吴谦28号表示，任何国家间的合作都不应针对其他特定国家，都不应损害地区和平稳定。在美方怂恿撑腰下，菲律宾无视中方克制和善意，屡屡挑事，还不忘上演碰瓷卖惨的戏码。而为了怂恿菲律宾继续在南海侵权挑衅，美国又把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摆在了台面上。上周，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出席听证会时，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圭利诺叫嚣，若菲律宾水手或士兵死亡，菲律宾可援引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印太司令这一表态延续了本月19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菲期间的说辞。布林肯当时声称，美国对菲律宾防务承诺坚如磐石，表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4条适用于在南海对菲海警、军队和公共船只与飞机的武力袭击。对此，中国驻菲使馆发言人表示，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也无权介入中菲2国之间的涉海问题。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是冷战产物，美菲军事合作不得损害中方在南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吴谦28号强调，美方介入是南海动荡的最大推手。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罔顾事实，挑动对抗，为非站台背书，多次以所谓双边条约对中国威胁施压，还派出军舰到南海挑衅滋事，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对此，中方态度清晰明确，那就是美方根本无权插手。美菲的军事合作也绝不能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吴谦警告菲律宾，倚靠外人是根本靠不住的。美国不断地扮演着一种纸老虎的角色去怂恿着他的小兄弟们往前冲。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举动本身就是一种懦夫的表现我觉得中国的军力无论是那些军事专家们的评价，还是我们这些智库专家们的评价，我觉得有一点底气是有的，那就是70多年前我们都不怕对美国的抗争，那70多年后的现在，我们的制造业不断的丰富不断的升级，我们的民心不断的凝聚，我们对外的朋友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大的背景下，我们何惧于一些小动作呢？美国媒体披露了美军正在以打击中国为目标新组建滨海作战团的备战内容。那想请教一下吴先生，什么是滨海作战团？它与美国海军的滨海战斗舰有什么关系吗？是的，程健，每一款武器装备的研发，又或者是作战部队的编制设计，都要源于一套完整的战略战术思想，并不是脑门一拍就上马，而是谋定而后动。如果光看名称，大家可能会觉得滨海作战团好像与美国海军的滨海战斗舰有那么一丝联系，但其实从作战理念去看，这是2个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滨海战斗舰诞生的背景是苏联解体，冷战宣告暂告一段落了。那时美军颇有些在江湖上找不到对手的拔剑四顾，心茫然。但是，一场海湾战争却让美军找到了新的方向。在那场针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围攻中，美军，尤其是美国海军意识到航空母舰的弹药投送效率还是不够理想，
尤其是在没有几个国家具备能力与美国争夺制海权的情况下，要如何加速战争进程，将战线迅速地前推至假想敌的沿海专属经济区，让美军能够更方便的、便捷地向特定目标发挥火力优势呢？于是，在1992年，美国海军部长起草了由海向陆，为美国海军进入21世纪做准备的白皮书。滨海战斗舰、朱姆沃尔特大型隐身驱逐舰就此诞生了。一言以蔽之，滨海战斗舰就是美军在没有大国对手的情况下设计出来的，用来实现快速抵达、前沿存在、称霸海洋的特定工具，是1992年的美军设想2020年的世界。但是2020年的现实世界超出了美军当年的想象，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让自诩世界海洋霸主的美军意识到对手出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在2020年3月公布了部队设计2030方案，强调以陆制海战斗能力为主要发展方向。大家是否回过味来了？30年前，美国人还在思考如何由海向陆；30年后，美国人开始思考如何以陆制海。这便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诞生的背景。美国人不自信了，他们觉得大海不再由他们独占。他们得想办法遏制这股面朝大海、走向深蓝的新兴力量。滨海作战团虽然叫团，但实际编制大概只有2000人左右，有大量的火力单元、战场监视单元都实现了无人化。这是因为在美军的设想里，这是一支守岛孤军，人数的精简也部分摆脱了对后勤保障的高依赖性。从编制架构上看，滨海作战团以滨海战斗营、滨海防空营、作战后勤保障营为基本的单元构成。那指挥机构呢，是一个团级指挥所，负责指挥控制、远程监视、火力整合、信息及网络任务等等。滨海作战团的作战使命是坚守在个别关键岛屿上，使用反舰导弹、防空导弹、精确制导火箭弹等武器，阻止假想敌的海空力量突破岛链，深入大洋。经过我一番描述，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了美军到底在折腾些什么。一言以蔽之，美军正在组建一支扛线部队。一旦东海、台海、南海方向上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这支部队的任务就是死死拖住解放军的海空力量，迟滞我们向特定方向上展开兵力，等待美军主力部队，也就是航母打击大队、2栖远征大队远道而来，加入战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留意到美国正在加强与日本、菲律宾等亚太国家的外交、军事协同。那您觉得这与美军组建滨海作战团之间有什么联系吗？你的直觉很对，这一系列动作就是一脉相承的。正如我刚刚提到的，滨海作战团的使用场景就是秘密入岛、隐蔽展开，迟滞假想敌海空力量突入大洋。那么，滨海作战团将会在哪些岛屿上展开，就非常耐人寻味了。展开地图，我们不难看出，以台湾岛为核心的所谓第一岛链上，星罗棋布着大量岛屿。东北部以日本的奄美大岛、冲绳、宫古岛、与那国岛为主，南部以菲律宾的巴丹群岛为主。这些密集的岛屿一旦进驻了美军的滨海作战团，将有可能封锁一系列通往西太平洋的航道。一旦台海局势出现重大变故，解放军海空力量突破所谓第一岛链，在台湾以东的西太平洋展开兵力，对台湾岛实施全项包围，构筑起区域反介入火力网，阻止域外势力的援兵介入，将是我们最理想的武统方式。而美国千方百计的折腾，就是为了破坏我们在这一线顺利展开兵力。所以，美国无论是拉拢日本、菲律宾，还是刻意挑拨中日关系、中非关系，放大中国与上述国家在一些特定方向上的具体矛盾争议，都是在为台海方向上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提前布局。事实上，早在20年前，我们国家有关部门就以底线思维设想过，一旦台海出事，一些域外势力可能会借此机会挑唆周边国家一起生事儿，促成所谓的三海联动，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周边海洋安全环境。军改以后，以战略方向、战役主责划分的各大战区，基本上都明确了，当那一天来临时，我们的北部战区、
东部战区、南部战区的陆、海、空、天、网部队将肩负什么任务，将应对什么情况？某种意义上看呢，疲于应对的恰恰是美国一方。正如我前文提到的，他们在1992年错误估计了2020年的模样，如今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恶补与追赶。新中国成立即将75年了，我们是如何靠一代又一代人脚踏实地的奔跑，让我们的对手一次又一次的错判形势？到头来，我还是信那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将于4月1号至11号率台湾青年前往广东、陕西与北京，进行为期11天的参访交流。继去年3月马英九首次访陆回湖南老家祭祖追思后，时隔1年再访大陆，再度引发岛内外高度关注。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岑31号公布了详细的参访行程。访问团将于4月1号下午抵达首站深圳。马英九此行将去往哪些地方？行程安排具有怎样的深意？岛内外舆论又有哪些期待？来看报道。据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岑介绍，访问团将搭乘南方航空 CC3088 班机，于4月1号下午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预计在广东停留3天，于4月3号晚抵达陕西，并将于4月7号到访北京。访问地点多为中华文化历史景点、企业及大学。在首站深圳，访问团将参观大疆公司、腾讯公司、比亚迪公司及港珠澳大桥等。深圳卫视追悼，行程中的3家公司均为深圳本土知名企业，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处领先地位。观察认为，首站选择参访这些极具影响力的企业，有助于打开视野，收获各具特色的新发现。作为新质生产力代表，今年全国两会低空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而大疆无人机正是低空经济赛道的杰出代表。创立于2006年的大疆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无人机飞行器控制系统及无人机解决方案的研发商和生产商，产品广泛应用于航拍、农业、测绘、安防等领域，客户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台湾，许多爱好无人机飞行拍摄的民众也都热衷于入手大疆无人机。岛内舆论期待马英九及参访团会有机会在大疆标志性建筑天空之城试飞无人机。参访团深圳行又一行程，腾讯公司则是深圳的另一张闪亮名片，也是众多台胞台生工作实习的热门选择。例如，在多届深圳台商协会主办的台湾青年深圳实习活动中，台青们都积极报名去鹅厂实习，希望学习腾讯在产业互联网领域的领先知识。深圳卫视还注意到，前段时间在台湾引发追剧热潮的电视剧《繁花》，正是由腾讯旗下的企鹅影视及其他几方联合出品制作。本月中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就提到，两岸同胞同文同种，特别容易共情共鸣。我们一贯支持并积极推动两岸影视剧的交流合作。以比亚迪为代表的电动汽车，则是今年大热出圈的新3样之一，也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元素。去年访陆时，马英九就曾在重庆市赛力斯汽车两江智慧工厂车间内试乘新能源汽车，当时他就竖起大拇指点赞。台湾青年也在各种车型前拍照打卡，并感慨大陆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此次来访深圳比亚迪，将有助参访团进一步了解大陆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进程。近一段时期以来，民进党当局一直在阻挠，包括像大陆的这个无人机、大陆的电动汽车相关的产业相关的产品去进入到岛内，那么也引发了巨大的反弹和争议。那么岛内近期有比较强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有近半数的民众是希望比亚迪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质优价廉的电动车能够卖到台湾去，进一步反证出来这个两岸的经贸和科技合作的这样一个必要性。值得一提的是，参访团还将去往港珠澳大桥。2018年，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时，台湾多档新闻节目纷纷热议，点赞大桥创下多项世界之最。还有岛内网友留言：“台湾海峡大桥还有多远？”结束首站深圳参访后，代表团还将前往广州，瞻仰黄花岗72烈士陵园，参观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并与中山大学师生交流。此外，还将参观位于中山市翠亨村的孙中山先生故居纪念馆。
黄花岗72烈士陵园正是为纪念1911年4月27号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广州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烈士而建。园中存有1912年陵园初建时孙中山先生亲手种植的松树。此前，中国国民党也曾多次在此组织拜谒活动。而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同样是连接两岸共同回忆的重要地点。建于1924年的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创办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今年正值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马英九此时率团参访也具特殊历史意义。今年同样是中山大学建校100周年，代表团选择参访这所由孙中山先生创建的高校也颇具深意。深圳卫视注意到，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同源而生，外界期待参访团此行能扩大两岸青年交往。事实上，广东还是台湾同胞的重要祖籍地，也是台商在陆投资设厂的重镇。据统计，在粤台商台胞就有近30万人。马英九此前就曾为广州市的台协题词，外界也同样期待参访团此行能促进两岸经济合作交流。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九龙出生的马英九虽然在台湾长大，但完全能听得懂广东话，甚至还能讲上几句。在此前的采访活动中，马英九还会专门跟来自广东或者香港的记者聊几句粤语。就在今年春节，马英九还用广东话和大家拜年。各位朋友，大家好，祝福大家新年快乐。率团参加甲辰年清明公祭轩辕皇帝典礼及首次踏上北京被台媒称为马英九此行的重头戏。按照计划，参访团将于4月3号晚间抵达陕西，并于4号上午参加祭祀活动。轩辕皇帝是中华民族人文初祖，也是中华民族的血亲始祖。每年清明时节，在皇帝陵公祭轩辕皇帝是海内外中华儿女溯源、寻根、凝心、铸魂的传统盛事。观察指，马英九此行跨越海峡，突破空间界限，来到陕西皇帝陵，实地拜谒皇帝，祭祀祖先，终可一偿夙愿。同时，对于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弘扬、慎终追远、饮水思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将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在去年这样一个祭拜家族祖先的这样一个形成的基础之上，今年我们看到共同祭拜华夏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体的全民族的人文始祖，它并不只是一种文化意义在历史传承上的一个升华。那么对于我们两岸之间中国人中华民族共同始祖的一个确认、一个追思一个缅怀以及一种继承。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旷宇还对深圳卫视分析，台湾的独派势力经常被批数典忘祖，就是因为他们在国族认同上出现偏差。此次马英九谒陵祭祖，将有助于从法理法统上，从历史根脉上再度确认重申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马英九先生率领台湾的青年学生，特别是在他们去系好人生扣子的第一个扣子的这样一个阶段让他们去对于两岸的共同的人文始祖，对于我们共同的一个历史传承、国族认同有一个清晰而准确的认识。那么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4月7号下午，参访团预计抵达北京。据悉，在京期间，除了前往北京大学参访交流外，也会参观八达岭长城、北京故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及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另外还将参观奥林匹克公园内的冰丝带及鸟巢。4月11号上午，全团将搭乘中国国际航空 CA185班机，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返台湾，结束此次参访行程。对于马英九此次访陆，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此前就表示欢迎，并称愿意提供必要协助。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林玉婵也对此行表示尊重，并称将就安全等事宜给予必要协助。岛内舆论就热议，马英九此行将有利于降温两岸紧张局势，增加善意交流。60%的人是支持马英九这一趟和平之旅，他们都应该很清楚，他们做不到的两岸的对话，马英九替他们做了。会寻求和平而去的话，我想这是符合大部分人的这些利益，两岸所有人民的利益。我认为他这次的封锁是会在两岸人民间获得普遍的支持，跟这个欢迎。这就是
最重要的。香港中评社分析了马英九再访大陆的4个意义：一是传递两岸和平讯息；2是寻回两岸认同；3是以马英九个人来说，展现了有意承担两岸和平使者大任的决心；第4，则是帮助国民党重新擦亮两岸沟通管道金字招牌。知道马英九先生在蓝营有着非常高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这样的政治地位，那么他在大陆这样一个参访，取得一个比较大的成功的时候，那么就可以去激励国民党党内的从精英阶层到他的基层的人士，都可以去以这样一个更有利的一个条件更宽松的这样一个氛围来去投身到两岸交流之中。马英九明天就要到深圳开启再访大陆的行程，那您怎么看待他再访大陆？为什么他第一站选择在深圳呢？陈先你好，马英九率领台湾青年再度访陆，一呢是寻根，让台湾青年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来培厚中华民族的情结，增强一个中国的理念，希望他们呢能够成为反对台独的新生力量，维护两岸和平与发展。二是为了了解大陆的发展实况，切身感知大陆的现代化进程，让台湾青年呢看到大陆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要被台独势力所蒙蔽了眼睛。所以呢，他再次访陆的行程，这个安排很讲究，从广州的黄花岗72烈士陵园、孙中山故居、黄埔军校旧址到中山大学，是中国近现代史的起点试点。然后呢，到陕西参加黄帝陵祭奠，共同的缅怀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皇帝，这个抵达中华民族的源头。然后呢，到北京参访，包括到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大交流。所走的线路很宽旷，从华南到西北，再到华北，走了大半个中国。他的再访大陆必然呢和去年的首次这个访问大陆是一样的，会通过网络直播和电视镜头，让更多的台湾民众知道祖国大陆的发展实况，感知振兴中华的蓬勃精神。你的问题很好，为什么马英九把第一站放在了深圳？我想呢有3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呢是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一个边陲落后的县城，在短短40多年时间发展成为全球知名的科创中心城市，有中国的硅谷之称。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发展起来的？2014年深圳的人均 GDP 为什么呢能超过台湾？他们呢要参访的3个企业，大疆、腾讯、比亚迪，都是世界上赫赫有名的公司。而港珠澳大桥则是连着大湾区，显现出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一样是生机勃勃。这座大桥本身呢就是一国两制的政策的成果。第二呢是深圳呢是台商台企发展集中的城市之一，有富士康、联发软件、联能科技、鹏鼎控股等数千家这个台资企业，每年呢通过深圳口岸这个出入大陆的台湾同胞呢更是数百万人次。3是深圳呢是两岸青年交流的大本营之一，每年再生台企为台湾学子提供实习机会，为台湾青年在大陆就业创业提供便利。去年在深圳举行了海峡两岸交流融合月活动，邀请岛内2000多名青年、工商界、媒体界人士参加30余项系列交流活动，是去年大陆举办的最大规模的两岸交流活动之一。也就是说这深圳不仅是改革开放的窗户，也是两岸交流的窗口。马英九一行也便把深圳作为登陆第一站。近来，美国对香港事务再次指手画脚，外交部驻港公署、香港特区政府、中国驻美大使馆等多部门发声回应，强烈谴责和反对美国所谓《香港政策法》报告及美国国务卿相关声明。为何美国自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便频频破防，挥舞制裁大棒？来看报道。落实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3月23号在香港正式刊宪生效后，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29号向国会递交1年一度的所谓《香港政策法》报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时发表声明，指因应香港通过和实施基本法第23条，将会对香港多名官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但声明中未提受限官员名单或限制详情。对于美方再次公然干涉香港事务，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30号回应指出，美国有关言行颠倒黑白、倒打一耙，污名化香港国安法、特区选举制度和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诋毁香港法治、民主、
自由、人权状况，甚至扬言制裁特区官员，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严重践踏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发言人指出，自己生病让别人吃药是美方惯用手段。2024年香港政策法报告是美方霸权、霸道、霸凌的又一可比注脚。美方与其充当世界警察发布什么年度香港政策法报告，不如花点时间自我审视。同一天，香港特区政府网站也发布新闻公报，直接指出相关报告中内容明显是为保护美国独大的政治目的而编制，为打压其他地方的发展权利和安全利益而堆砌故事、穿凿附会，是明显为服务美国自身政治利益而创作的制成品。特区政府发言人还表示，香港特区对美国所谓制裁和签证限制嗤之以鼻，无惧任何威吓，坚定不移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香港特区政府还逐点驳斥报告中的失实言论，例如报告中称香港国安法的案件限制指定海外律师参与是所谓进一步破坏香港司法独立。特区政府反驳称，美国根本无类似的海外律师认许制度，更遑论容许这些律师办理美国国安案件，实属虚伪至极，法理上也站不住脚。特区政府还批评报告只字不提香港2019年无日无之的暴乱，而美国就有至少21部国安法律，根本无资格向其他地方指手画脚。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也在第一时间答记者问时回应说，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共分9个部分，包括叛国、叛乱、煽惑叛变及离叛，以及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等，与国家秘密及间谍活动相关的罪行，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等。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尊重和保障人权，也说明确保香港特区内的财产和投资受法律保障。香港国安条例与香港国安法衔接互补，有力堵塞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漏洞，构筑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实屏障，在香港受到普遍拥护和好评。美方涉港谎言报告完全站不住脚，特别是随着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的通过和实施，香港的营商环境更为稳定，不仅有助于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更切实保护世界各地来港投资者的利益。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長陳國基在剛剛結束的博鰲亞洲論壇上也稱，沒聽聞出席論壇政商界人士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有憂慮。商界我認為最緊要就係有一個比較上安全同埋平穩嘅社會環境。美西方嘅媒體喺度講23條嘅憂慮，其實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個政治性嘅講法嚟嘅。事實上咧，喺2019年黑暴嘅時候，香港咁唔穩定，日日喺度咁多暴力嘅事件，咁點解佢哋當時唔出嚟講，影響佢哋嗰個營商環境咧？咁事實上好明顯咧，就係佢哋唔想香港有一個保障好香港安全條例喺度，咁樣佢哋先至有機可乘。深圳卫视注意到，过去多年来，特别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后，美国对香港实施的所谓制裁和惩罚行动纷至沓来，且有变本加厉之势。美国通过多条旨在打击香港并授权美国干预香港事务的法律，特别是2019年的香港人权及民主法和2020年的香港自治法，在2020年和2021年，美国已经援用这些法律，再加上2016年制定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处理香港事务的内地和香港特区官员实施制裁。自香港国安法从2020年实施后，美国就对42名中国大陆和香港人士实施所谓经济制裁。据美方说法，被指定受到经济制裁的人及其直系亲属也受到签证限制。不仅如此，美国政客还把斗争对象不断扩大，除了官员外，负责检控工作的人员也要面对制裁威胁。如去年11月，5名美国联邦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提出，要求美国政府对49名香港官员、法官、检控官乃至私人律师施加制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曾撰文梳理，美国基于长臂管辖法律对香港实施的制裁实践主要包括3类。第一类，人员制裁，即对具体官员实施制裁，如制裁中央涉港部门官员、香港特首、香港高级问责官员等。第二类，贸易制裁，即对港部分产品和技术的出口管制，取消部分香港产品的贸易优惠安排。第三类，有节制的金融制裁，即对香港个别金融机构或金融业务的限制或排除，取消联系汇率与港元地位是终极金融制裁。
对美国自身利益损害极大，皆属于金融宣战行为，是彻底脱钩与摊牌的极限动作。美国暂未考虑实施。好的，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香港23条立法通过后，美国宣布对部分香港官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您对此怎么看呢？香港23条立法呢，是根据基本法的要求，对叛国、分裂国家、叛乱、间谍及盗窃国家机密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作出可执行的法律规范。这样的法律呢，在英美等法律健全的国家和地区都有。香港的23条立法完成以后，无论呢对当地居民还是外来者，法律规范越清晰，就越不会触犯国家安全的红线底线，对自身行为呢就越心地踏实。无论是在香港投资发展，还是推动香港持续繁荣，23条立法保证了香港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营商环境。有一个常识呀，投资经商的第一个要考察的呢，就是要看这里是不是社会稳定，是不是法治社会。但是呢，美国政府对香港的所谓制裁啊，对部分香港官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措施，是反其道而行之。他呢要阻止香港的法治化进程，他要把立法问题呢扭曲成政治问题，因此呢，他的制裁根据呢就是立不住脚的，他的矛头指向香港官员、法官和检察官，就是试图破坏香港的法治。而法治呢，又是香港得以繁荣稳定的最有力的武器，是维护香港自由开放营商环境的最可靠的地基，是保证资金、数据和人才自由流动的最坚实的靠山。换句话说呢，美国是打着维护自由的幌子来遏制香港的自由，从而呢进一步的限制中国的发展。我觉得呀，这个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的回应特别有力，说美方呢拿谎言编制的这个涉港剧本卖力演出，妄图欺世盗名，殊不知呢这一年一度的闹剧早已无人买账，只会得到嘘声和嘲笑，早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美国对香港的制裁对香港究竟有没有影响？那您觉得为什么美国没有拿出要限制签证的官员名单呢？美国对香港的无理制裁是再度激化这个中美关系的一部分，也是呢美国恐慌症发作的表现。美国在宣称对要管控风险，他们实际上呢在不断的制造新的风险。美国政界的恐慌症甚至引起了美国人的嘲笑。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罗奇呢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一连串的对华指控都是披着国家安全的外衣，实际上呢是无法证实的恐惧的表现，是不择手段的卑鄙做法。说到美国对香港所谓制裁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大概呢就是进一步的暴露出美国的虚弱，所以呢他们也不敢给出这个限制签证的名单。毕竟呢，香港与美国呢还是有很多利益往来的。香港特区政府也发布了声明，说美国任意实施的所谓制裁，以及扬言拟施加所谓签证限制，全属卑劣政治操作，妄图恫吓维护国家安全的香港特区人员，明目张胆地对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作出干涉。香港特区对美国所谓制裁和签证限制嗤之以鼻，不惧任何威吓，会坚定不移地履行国家安全的责任。针对英国工党台湾之友会代表团近日在台湾窜访，中方予以强烈谴责。事实上，近几年来，包括前首相特拉斯在内，时有个别过气的英国政客拿台湾问题刷存在感，以捞取个人的政治私利。据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官网31号的消息，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表示，英国工党有关议员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这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公然违反，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错误信号，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英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重要前提和政治基础。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方有关政客停止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我们正告有关英国政客，任何损害中国利益的行径都必将受到中方有力回击。
据悉，此次窜台的包括英国工党台湾之友会共同主席及工党影子商业与贸易副大臣梁新尼等共7人。3月30号至4月5号的窜台行程中，该团将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会面，并分别接受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及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的款宴。英国工党台湾之友会成立于去年3月，由上下议院工党籍议员组成，旨在推动强化对台湾地区的所谓外事支持。该小组由曾窜访台湾的英国下议院议员康明斯及上议院华裔议员梁新尼担任共同主席。康明斯曾表示，台湾地区是英国在印太区域的重要伙伴。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最迟将在明年1月举行国会大选，各项民调显示，工党有机会击败执政的保守党。是窜台的工党台湾之友团的大部分的一个人士供职于英国国会的经贸科技相关的议题的小组，那么也就是显示他们此次窜访台湾的一个目的，去施加进一步的一个压力，特别是在赖清德即将上台之前，给下一任的民进党的这样一个领导阶层提前去进行这样一种沟通和施压，去进行渗透。外界注意到，英国政坛近来对台湾的关注显著提升。在英国政府去年3月公布的新版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综合检讨报告中，首次提到台湾，并强调台海情势稳定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近年来英国个别过气政客拿台湾问题刷存在感，其中就包括英国史上最短命的首相特拉斯。下台后的特拉斯不甘寂寞，于去年5月窜访台湾，与台当局官员见面，并受台独机构远景基金会的邀请发表演讲。除特拉斯外，英国另外一位前首相卡梅伦近来也多次在台海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去年11月，已退出政坛7年之久的卡梅伦被突然任命为英国外交发展大臣。今年1月13号，卡梅伦发表声明，对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选人赖清德及其政党表示祝贺。2月，卡梅伦甚至将红海和台湾海峡混为一谈，声称将敦促中方支持有关地区的所谓航行自由。对此，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网站回应称，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同时也尊重其他国家在相关海域的合法权利。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在台海地区制造事端，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对英国个别政客蹭台海热点，有分析指出，一是以此表明反华抗中的政治立场，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积蓄能量；二是配合美国煽动两岸对抗，制造台海紧张；三是勾连民进党当局将台湾问题作为国际化，妄图模糊否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一动向值得高度警惕。奉行的与岛内的独派，特别是现在的民进党当局进行勾连，去遂行一些渗透和利用台湾来服务于英国自身的这样一个涉台海的这样一个战略利益和外交政策的这方面的一个需求。当前美西方政客们妄图打着所谓民主的虚假叙事，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搞以台制华，在台湾问题上捞取政治好处和个人私利的做法十分危险，也不可能得逞。据岛内媒体报道，美在台协会现任处长孙小雅的任期将于今年中届满。据悉，接替她的是曾任美在台协会副处长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古立言。这将是这名台湾女婿第3次派驻台湾，首次是在2002年出任美在台协会政治组副组长。资料显示，古立言精通中文和日语，曾任美国驻成都和驻冲绳总领事，以及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军政事务组长、驻日使馆和驻菲律宾大使馆的政治官。他也曾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日本与东亚经济事务处主任，美国国务院东亚太平洋事务局经济政策办公室主任。古立言有这样一个比较丰富的军情背景的这样一个人士，在这样一个关键的位置上，对于岛内的这样一种军事的一个掌控，特别是对于台军未来的这样一个建军发展军事路线、军事政策、军事战略这方面的一个掌控。另据岛内爆料，美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也将于下周抵台，这将是他今年以来的第2次窜台，并将与蔡英文、赖清德、萧美琴等人会面。有消息称，这应当是美国关注赖清德的上台演说，并意图把控台当局交替期间的两岸情势。外界注意到，罗森伯格获得美政府高层的信任，去年3月就任美在台协会主席，1年当中已经4次窜台，频率之高十分罕见，显示如今的台海局势让拜登政府相当关心，极力要将台湾拿捏在手，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在美国大选前，毫无疑问，从执政的拜登政府民主党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是希望能够在台湾问题上，一方面是不失分不出现这样一个
一种所谓的危机，或者说是令美国感到意外的这样一个事态，同时又是一种比较紧张的稳定的这样一种矛盾的一个态势之中去推行美国在台海的各方面的战略和军事，包括经贸方面的利益。中国贸促会发言人杨帆29号介绍，应美国商会等对口机构邀请，中方计划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于6月赴美访问。近期，美国多位知名企业家先后访华，中美工商界往来日益热络，并表态要合作，不要脱钩。不过，与此同时，美国仍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领域对华发布管制措施，为何美国对华态度呈现冷暖交织状态？中美民间交往如何助力双方破冰、加强合作？来看分析。自2月底以来，包括美国商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苏珊娜·克拉克、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福特汽车、黑石、高通等多家美国知名企业主要负责人密集访华时表示，美中脱钩不是可行选项。日前，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吸引了将近100位跨国企业 CEO 参会，其中超过30位来自美国，同比大幅增加，约占与会商界高层的1/3。贸促会发言人杨帆介绍，应美国商会等对口机构邀请，计划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于6月赴美访问。中国现在越来越成为引领中美关系未来的主动性的力量。过去呢，中美关系怎么样？是美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我们中国呢是一种反应式的。那么更重要呢，中国的领导人、中国的企业主动出击去接触美国的更多的这些这个友好的群体团体机构。那么中国的企业呢也主动出击，走进美国，那么使得呢中美关系呢更进一步的止跌企稳，甚至在某些层面上出现了回暖的这样趋势。我觉得中国的主动性的力量特别的重要。早在2005年，中国贸促会就与美国商务部启动了中美国际伙伴网络合作项目，2007年更名为中美企业合作对接项目。19年以来，双方在先进制造、轨道交通、节能环保、金融服务、汽车技术、旅游文化及投资合作等多个领域举办专题对接活动100多场，惠及中美企业2000多家。今年3月5号 ，CMP 项目今年首场活动中美重庆投资研讨会成功举办，共有130多名中美企业代表参会，现场交流互动十分热烈，显示了中美工商界加强交流合作的强烈愿望。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明浩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表示，虽有来自政府层面的脱钩压力，但大多数美国企业，包括美工商界人士，对于中国市场的期待程度仍处于高位。作为中美关系来讲，保持沟通接触是维护两国关系稳定并且推动两国进行建设性合作的重要的前提。那我们看到呢，从旧金山会晤以后实际上中美之间应当说进入到了一个再接触或者是再连接这样的一个阶段中美关系本身呢也进入到了一个盘整期，双方之间的这种往来呢确实在增加特别是在政府层面有一系列的经济、金融、商业、禁毒包括人工智能方面的对话呢都在恢复和展开。除了工商企业界交流频密，中美智库、高校之间的学术交流也在日益增多。3月29号，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就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自己近期到访复旦大学，同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和副主任赵明浩进行参叙，讨论中美关系和进行学术交流合作。此外，根据伯恩斯社媒平台释放的动态，短短2天之内，他还到访了另一座位于苏州的杜克昆山大学，与中美学生进行对话。自伯恩斯就任美国驻华大使以来，赵明浩多次与其交流。他向深圳卫视记者分享了其对伯恩斯的印象。伯恩斯本人呢，他是一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官职业外交官，他曾经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长期在哈佛大学呢担任教职，包括对中美关系、对世界秩序一些长远性的问题呢，伯恩斯还是有他自己的这种长期思考的。那么我们看到呢，最近一个时期，伯恩斯也是增加了他在中国国内跟社会各界的这种接触交流包括也经常的到北京以外的其他的省市区进行访问
我想呢，总的来讲，这个伯恩斯作为大使来讲呢，他在过去一段时间应当说发挥了促进中美沟通同时呢增进双方了解这样一个作用。赵明浩还表示，中美在学术、智库层面的沟通确实存在加密趋势，这体现出双方都有加大接触、增强沟通，为寻求管控双方分歧和冲突提出新政策思路的需求。不过，就在中美民间交往升温回暖的同时，无法忽视的是，中美在具体的经济产业、技术等微观层面依然存在竞争，特别是人工智能、半导体、航空发动机等领域，这将对双边关系发展带来障碍。据路透社29号报道，美国拜登政府修改了对华半导体产品限制规则。这份长达166页的新规明确，对中国出口的半导体产品限制也将适用于包含 AI 半导体产品的笔记本电脑。这意味着美国半导体产品对华限制扩大到更广泛的消费电子领域。此外，中企在美国的营商环境正趋于恶化，包括美国国会众议院本月以绝对多数的支持通过一项试图封禁社交软件 TikTok 的法案，尤为受到关注。赵明浩指出，在美国大选年背景下，中国牌将毫无意外地成为竞选筹码。那么中国议题呢，目前也不能说是美国大选的核心议题，但同时我们要看到呢，中美关系仍然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一个呢，就是在经贸科技领域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压力还是持续的，美国可能还会加码。同时呢，在地缘政治这个议题领域呢，我们看到一方面呢，这个中美之间围绕这个台湾问题、台海问题的较量呢也变得很复杂特别是今年5月份台湾地区新的领导人呢会上台执政那么中美如何这个防止因为台湾问题出现重大的意外事件和重大的冲突，这非常重要。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认为，中美关系应以不同层面来看待。我觉得两国关系呢，应该是一个分层化、不同状态的两国关系。就有你比如说在政治层面上，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层面是非常的这种有敌意的，甚至当然或者说是竞争性的进攻性的。但在商业界在这个整个这个经贸界我觉得中美两国呀，仍然还是以利益至上，以合作为主这个竞争为辅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在民间领域呢，在人文交流领域呢，我觉得双方还是有共同的意愿的。在中国每年仍然有30-40万学生要到美国去留学，在美国呢，青少年一代呢对中国也充满了这样的好奇之心。那么在军事领域呢，我觉得双方呢都是以这种相互防范两国开战的这样的底线为最终目标的。所以种种迹象来表明呢，中美两国关系我觉得进入到了有史以来从未见过的深水区。那么现在的种种迹象呢，中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艘大船驶向深水区的这样的一种防范风险和不断前行、并重和均衡化的往前推进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个很难，但是我们亦步亦趋这个非常小心翼翼地往前推进。